掌控，分明都有同样的面孔，烙在我命中，不卑不屈，不甘平庸，无根之后，终将败终。终极的回合，会定我规则，黑暗不会让灵魂褪色，是冷是默是努力是就是真，都不能当我心的狂热。踏平这坎坷，劈开这夜色，等待晨曦点亮这天河，翻身狂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让我来改写天地的法则。几经战斗，大家已疲惫不堪。暴风雨吗？不，是敌袭！阵型拉开，防御！什么人？神猿，他们是神族，而且没有感染虚无。不过，他们的样貌体格和神族却不太一样。大家小心，这些敌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吴庚，尝尝本大爷的拳头！剑气狼性。小心后面！好身手！大剑士，逍遥子，风力太大，火势正在蔓延。小心！武庚，黎明之花受损严重，不要恋战，准备击船。小心！武庚，以及和人员的伤亡如何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大约60多名战士重伤，目无表情部队正在积极救治，刚埋葬了20多名兄弟。还有60%的人没有找到，很难知道他们掉落在了哪儿。水龙卷经过的地方太广，加上敌人的势力范围，说不定已经阵亡。搜救队继续，我们再努力搜寻一下。沉船位置找到了吗？今早纵横天下的归队士兵有报，已经找到沉船的位置。黎明之花号是大哥哥为蚩尤族打造的希望，和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搜救队会把他带回来。五哥，赶紧去看看那小孩。出什么事了？一整天了，一动不动，
重点是前面是归墟大门，非常危险。哪吒，狗哥，我就在这守着，万一看见爹爹的灵魂了，还能把他从归墟大门拉回来。别瞎说，给我回去，还不嫌添乱吗？哪吒，凭你爹爹的炼气术，定能化险为夷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对了，搜救中我收到一份情报，吴更，也许和你们有关。他们一定会找到五更，把消息带到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你可是救了我的命。现在我不过耗点空世界神力送信，追踪偷袭者。不过，这个方向不是神域，而是西域方向。为什么是西域？神焰违背承诺，蚩尤族以身防范，自不会再前往合约之地。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。还有，这些偷袭者是什么身份？和虚无又有什么关系？有太多谜团。偷袭者或许和神族有关，不过我未曾在神域见过他们，他们就像突然冒出来的。新神不知道他们，可旧神不一定。你是说龙族？偷袭者和他们确实很像，但我无法相信，毕竟那遥远的属于上个时代的事，谁都不知道在旧神和新神交替中间发生了什么。不管怎样，他们背后操纵者的目的更让人在意，所以我们得抓住偷袭者这条线索，顺藤摸瓜。五更那边之后再会合。信上说了什么？子羽叔叔和逍遥子有事情要去调查，提醒我们天虽逝去，三界却越发不太平。神隐部也已脱险，他们去寻找散落各地的叛神，积蓄实力。提到我爹爹了吗？孔雀族长考虑你爹爹一个人行动太危险，所以他暂时也在神隐部。太好了，这下放心了吧？我饿了。走，我带你去阿石那儿吃包子。若真如逍遥子的猜测，神域战争是老家伙的阴谋，或许现在的情况只是开始。近日进入归墟大门的亡魂超乎寻常的多。啊！怎么可能？那是……不闻不问。一般进入归墟大门后，会告别今世，开始新的轮回，不可能逗留这么久。那他算是没死呢，还是不一般呢？五更，大海很快就会沦陷，虚无异化了所有水族，会变得更强大。一个机贝尔，他渴求更多鲜活的生命，接着将奔向大地，所经之地寸草不生，万灵绝迹，三界堕落。虚无，我们不会让他嚣张太久。倒是你，是来索命的死亡使者，还是来帮忙的蚩尤族大将？活路只有一条，进入归墟大门。哼，那里是王者的世界，路也是死路吧？进来，才能找到对抗虚无的办法。我曾听说很多危险的东西，比方像这样引诱灵魂的幻想。高哥，哪吒，五更，老婆，你害死了所有人。不，错误让你
一切无可挽回。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武庚，你所见并非幻想，而是未来的命运碎片。不可能！进入归墟大门，你就会明白。绝对不可能！阿哥，你没事吧？看起来你的脸色不太好。我还能有什么事呢？你的手好冷，刚才是发生了什么吗？没什么，老婆，我就是觉得我不能够在这里原地等待，我必须要进入归墟大门，一探究竟。吴庚，是不是要再慎重考虑一下？我们都知道，生者进入归墟大门等于送死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执意前往？不亲自试一下，又怎么能知道呢？站住！吴庚，你的勇气令人敬佩，但我想，你现在最好的选择是留在这里接受我们的看押和观察。我希望你能理解，如果你想要擅自行动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家，这是怎么了？白菜，你是蚩尤族的朋友，我们不希望伤害你。不闻不问刚从大门给了我们预示，武庚已经是虚无危机的重大嫌疑人。怎么可能？他已经不适合继续参与到对抗虚无的行动中，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。如果我非要参加呢？那我就只能强制将你留下了。喂，你们还是不是男人？以多打少，我站狗哥一边，看我不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！好啦，大人之间的事别瞎凑热闹。我不小了，我还能做很多事儿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诸位，我们各自的伙伴、亲人还四散在各地，虚无还在外肆虐，随时可能会面临危险。不仅是他们，还有无数无辜的生命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必须要做出行动，找寻方法，拯救更多的人。我才不信那个狗屁预示，我只相信我所坚持的信念。想法很好，但你有这个能耐？凭我一个人当然不行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希望你们把命交给我。哼，你以为你是大元帅吗？他认可了你，却不代表我们其他人。吴庚，那就用你的实力来证明我的命值得托付给你。我知道，你们蚩尤族人一直都以实力为尊，那我们可说好了，只要打败了你们，就得听我的。随风起舞姐姐，吴庚说的没错，他想要做到真正的服众，就必须按蚩尤族人的规矩来。这是武庚主动提出的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这股暗气阴沉的可怕，他的杀气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。看来经历神域的战斗后，他对灵魂力量又有了更深的感悟。我现在便开始了，小心了！寒气斩！
你大爷！忘记了我的左手是无坚不摧的炼器吗？现在我只要一发力，就能捏碎你的命气。大意的是你吧？你的炼气术的确难以，但我这臂力很僵硬。糟，这样子无从发力。有两下子。你怎么看？我想知道你的想法。武庚是大元帅认定的继承人，这是他的遗志。大元帅已经不在了，或许他看到了预示，也会做出不同的决断。我们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决定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武庚说的是事实。虚无必须要得到解决，否则不可能会有安生之日。问题是，武庚是蚩尤族的英雄，有他在，我们还尚可齐心。如果他不在，蚩尤族内部便会立刻产生纷争。不想死在我的营业之下，就给我全力应战吧！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兵强，少道。能够快速切换形态，武庚对于拳套的运用越发娴熟了。狗哥干得漂亮！最后时刻，你为何要收手？这只是一场比试，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吧。你的实力很强，如果我要正面与你硬碰硬，也并非易事。之前的战斗中，你见识过这公共火炮的威力，必然会心生忌惮。而我正是利用了你的这种心理。心理战，你赢了。我现在能否得到你的尊重呢？寒风凛凛。我曾说过，我会追随更强的人，这一点从未改变。但如果过程中在你身上发现任何虚无的迹象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。一言为定。大元帅之位，可由你来担当。我会帮你铲除所有障碍。我的时日也不多了。啊，石化病。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快撤，避开北光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这最后的时光，我想为蚩尤族竭尽全力，所以我选择相信武庚。既然你已经决意，那就由我来最后确认一下，他究竟够不够资格。狗哥小心！武庚，你取巧战胜寒风凛凛，同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只是不想给武庚休息喘息的机会，一举拿下。太卑鄙了！我要去帮狗哥。相信阿狗，他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。死亡眼神，早就知道你会出手。如此粗鲁的发起偷袭，可不像蚩尤族大将的作风啊！在蚩尤族人眼里，唯有战胜者才有资格评判别人，光这水平还不够。
如你所愿，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武刚，不可否认，你在神域立下了许多功劳，但作为一个外人，你没有资格带领我蚩尤一族。资格？我对你们来说，的确是异族。那我以人类盟友的身份，邀请你们追随我对抗虚无呢？结盟没问题，不过我可不认为你的实力足以担任盟军领袖。别人或许把你当成英雄，敬你3分，但我不会。现在我就要当着他们的面打倒你，将你的光环摧毁。来呀，就让老子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！挥舞！死亡眼神对待决斗，向来是全力以赴。武庚要赢得人心，就必须面对这一关，这也是大元帅曾经走过的路。看来对付这家伙，不能像寒风凛凛一样取巧。哼，那我们就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吧。阿狗的眼神变了，他开始认真起来了。死亡眼神，你已经激怒我了。狗哥，干掉他！要动用火炮了吗？你所有的伎俩都已经被我看穿，再难收到什么效果？哼，是吗？或许很快我就可以令你改观。他的速度太快，根本无法瞄准，得想个办法。打够了吗？到我了！啊！居然下这么重的手！有2下子。不错，竟然削弱了胸边1半的威力，看你还能撑几下！什么？我的神力可不是用来防御的。死亡眼神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盛宴，火炮！你输了，死亡眼神。你终究还是收手了。我要是杀了你，岂不就坐实了预言？我认输。武刚！又有不知好歹的后生闯归墟大门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惊动了他。他是谁？快离开这里！这股气息是他来了，他终于要出来了。归墟禁地，胜者退散。曾经5族联盟的古老旧神，
死后依然战斗不息的强大战士刑天。大家走开！擅闯者死！刑天，你清醒一点，我们是蚩尤族，曾经与你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不是你的敌人。随风起舞姐姐，无色界神力，好凶悍的力量！神力，龙族。龙族擅闯，扼杀无论。不好，你的神力与龙族一脉相承，被刑天误认为龙族了。敢敌！狗狗，随风起舞姐姐，阿狗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没必要跟刑天纠缠，快撤！快卧倒！刑天的力量和速度都十分恐怖，我们根本逃不出他的攻击范围。这家伙是我招来的，我拖住他，你们先走。阿狗，幻灵阵，烟飞。龙族，滚出来！我来受死！可恶，连共工之力也不能跟他抗衡。狗哥，龙族，出来受死！我们先借着迷雾掩护往河边走，然后潜入水中离开。随风起舞，龙族设下的禁制不是控制刑天镇守大门吗？怎么他守在这里，倒像是为了挡住龙族？不清楚，刑天的事我也是从族中长者那里听说的。算了，还是先离开这里吧。白菜，你带哪吒先潜下去，我们殿后。糟了，快蹲下！逃不掉了。可以周旋，再寻找撤退机会。信我，就听我指挥。好，我也来。保护好白菜，这可是重要任务。有我在，绝不会让龙族靠近龙族。无色界神力，恐攻之吼！冰封！
功了吗？挣脱如此之快！放我们走！阿狗，擅闯者死！来吧！永恒之夜前辈，老友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还是成天乱看乱跺的。两处同时发光，好像在互相感应。9万年了，你还记得自己为什么守在这儿吗？即便你活了下来，你记忆中重要的人和事，都会一点一点逐渐凋零。就算身首异处，我也要战至最后一刻。别勉强自己了。反正很快又会忘掉，这些小家伙的命，我保下了。等等！他怎么了？好像把刚才的事情都忘了。因为没有头，所以他记忆很短。几万年来，他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头颅。其实找不到更好。他就永远做个愚蠢的看门人吧，毕竟头颅里面藏满了痛苦和屈辱的记忆。10万年前，因为盘古族与龙族的纷争，数万神元被封印于此，形成神元之海。现在，本座终于可以拥有你了。龙族战士们作为昔日的谋逆者，就以晶石为躯，重回世间，成为我忠实的奴仆吧，让神族重拾昔日荣耀。多谢永恒之夜前辈相助。有逆天而行的气息，看来他最后把力量传给了你。我竟然有了个人类徒弟。更有趣的是，你体内还容纳着其他力量，灵魂的滋味一定很特别。说吧，你们到大荒做什么？我们刚离开神域，就遭到了一股无节制扩张的力量侵袭，名为虚无。果然是他。你知道，前辈，虚无可有什么消除的办法？消除虚无？真是个无知的问题。有样东西你或许感兴趣。能吞噬一切生灵的虚无，竟反被他吞噬。这是……你们这些不孝愚蠢的晚辈，连我蚩尤族最强兵器都不记得了。这柄天地至尊兵器有撼天灭世之能，10万年前，光是它的名号便足以令3界战栗，其名为冰主神之刃。冰主神之刃被封存，隐藏在未知之地，
如同他麾下战死沙场的99魔将。共工和不死鸟曾提过，但他们不知道他的下落。他们当然不知道。冰主神之刃被龙族趁乱夺走，因为忌惮他的力量，他被龙族崩解成碎片，散布于大地各处，下落不明。龙族是有多怕冰主神，连他死后的兵器都忌惮成这样。那可是冰主神，你是在质疑他的实力？我没有不敬的意思。冰主神做过什么，让龙族这么忌惮？冰主即为兵器之主，当年始祖带领我族对抗龙族，携麾下99魔将征战杀伐。始祖善使各类兵器，练手用气之法，令我族战力大增，更是仅凭手中兵刃大败数名龙族大将，故被后世尊为冰主神。大地震颤，诸神皆惧，他是那个时代里当之无愧的最强者。他这么厉害，又是怎么输的？输？冰主神怎么会输？冰主神被龙族轩辕暗算，运命营捉落。这个混蛋！而在冰主神陨落后，虚无现世，大地生灵涂炭，混乱失序。虚无是在冰主神陨落后首次出现的。虚无为何出现，就先不深究了。你们不是要消除虚无吗？那得赶紧找齐冰主神之刃碎片。我们是要找碎片，但现在没有任何线索。只有一个神能打造出这样的战甲。你想干什么？兵刃碎裂后，各族旧神率众寻找碎片下落，搜寻工作持续了很久。再然后，大多还活着的旧神都被关进了海角监狱。或许那些旧神知道什么。镇魂之锁被我打断，那些旧神都跑了，现在无从问起。所有囚犯都逃出来了，那就越来越妙了。下次见面，你可要好好问问他们碎片的下落。现在还不是一块碎片的头绪都没有？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你是说，这是碎片，冰主神之刃的一部分？他怎么了？这是碎片之间的共鸣。共鸣？我见过。一定距离内的2块碎片会彼此感应发光，随着获得碎片的数量增加，感应范围还会扩大。原来在感应刑天的那一块。是那块碎片的话，不得要和他再打一次，我们才死里逃生。当然要战。之前初次交手，完全不了解刑天。你们如果了解了他，就不会想和他交手了。刑天，狂战之神的名号，绝不是五族对他的尊称，而是来自龙族对他的惧怕。第2次众神之战，因为刑天和女拔的联手，胜利的天平曾倾向过五族。女拔，是不闻不问的母亲女拔。是，她也是天使圣王的母亲。圣王？为什么他的孩子会在2个敌对的阵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蚩尤族的仇人，龙族的叛徒，天的手下败将。他的双生子也注定背负着罪与罚。那天使，他还在吗？在，当然在。不过在归墟大门里，是什么样子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当时五族战败了，发生了什么？当时，
当时龙族占据不周山地利，我们未能料到他们也开发了盘古之力。难道是我们陷入4级阵法时，从结晶山传来的那股古老力量？实力真不济，不周山残留的力量也能困住你们。当年五族面对的天柱不周山，可是创世神盘古的整个左臂所化。看来这次我们攻到结晶山下，能为前辈报仇，也多亏了那石共工怒撞不周山，断了敌人的加持。是多亏了共工，事情顺利了很多。有了盘古之力，龙族就能打败刑天。刑天的战斗技能叫干期之舞，他一旦使用，力量瞬间爆发到达巅峰，并能长时间维持。要打败他，爆发力得比他强。能做到这一点的，唯有冰柱神。爆发力吗？你只有一瞬间的爆发，根本无法持续作战，差得远呐！太差啦！哼！不过，你继承了蚩尤族的灵魂力量，若跟我训练个10年20年的话，10年20年，那时大家早异化成虚无了。好像也是啊。前辈，我们一定要打败刑天才能拿到碎片吗？比方他睡着的时候。睡着？他是愚蠢了些，但绝对不会疏忽丢了碎片。相反，他很在意这块碎片。以前有些想取巧的小贼，都变成他干旗下的亡魂了。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？不打败狂战之神，还能取到碎片的办法？有，只有一个。是什么？这个嘛，只有我知道，是个很重要的秘密。这人类真是，让我们负责驻守小队的训练，不要松懈，自己却和战士们比武胡闹，这样放松军纪似乎不太好。太紧张也不好。事实上，武庚在挑选跟他行动对付刑天的同伴。来，开饭啦！好香啊！就是再给我一个。老婆，驻守小队的后勤事务就交给你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让！还有我，最后一位挑战者哪吒小先锋，申请加入狗哥小队。不行，这次行动很危险。小瞧人，我们还没比呢。实力不够，放开我！有本事自己下来。我的小队成员就暂定寒风凛凛、死亡眼神和随风起舞。他们对刑天和碎片的事也最为清楚。那么接下来，虚无自神族海域起四处蔓延，不排除是神眼的阴谋。他正在侵蚀大海，
不久会是大地。若不及时阻止，大荒也会覆灭。绝不能让神族的阴谋得逞。在虚无来到大荒前，我们要找到所有的冰主神之刃碎片。太迟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次，神族不仅针对蚩尤族，还针对可能会成为我们盟友的各族，包括北方尚未规划的羌、鬼、邢等。所以，我们要尽早阻止虚无。就算我们保全住了自己，但到时仅凭一族之力和神族抗衡，确实很勉强。乱舞狂刀，星星有泪。在。侦查3界虚无侵蚀的地点、范围、速度、特性、受灾情况等，及时汇报。遵命。该去找他了。这个嘛，只有我知道，是个很重要的秘密，需要同样重要的东西交换。永恒之夜救我们，并不是出于好意，和他要的东西有关吗？他简直想到危险有多变得快。什么样的东西能让你说出这个秘密？来，得防着点。通灵术。小鬼，我有耐心等你的回答。只是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你来了，把灵魂交给我吧。我失去了灵魂会怎样？当然就死了。我会遵守承诺，将秘密告诉你的大将。这笔交易代价虽大，但还是我们占了便宜，划算划算。唉，只可惜你错失了一个品质更好的灵魂。哦，谁还拥有多种力量滋味的灵魂？将来的我，毕竟我现在还不会使用灵魂力量，炼气和神力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等我成长几年后，你再取走我的灵魂，那时的灵魂对你身体恢复岂不更好？再说，有我帮蚩尤族人找碎片，事情就会容易很多。确实不错。少道理，几年时间，本大爷想溜多远就多远。3年为限。好，好。我告诉你秘密，3年后交付灵魂，若期间身死，灵魂也归我。没问题。本大爷长命百岁着呢。刚刚那是什么？我们的追魂交易，有了这个咒术烙印，3年后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能收走你的灵魂。还有这手？冷静，先掏出秘密。说吧，怎么拿到刑天的碎片？帮他找回头颅。他有了头颅，就会给我们碎片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至少得先弄清楚他头颅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让我想想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在巨人沉睡的祭岭。还在用空识界神力观察战况吗？不如扫一下这个神奇的2维码，各族信息皆可一手掌握，提前预知剧情走向，还有很多隐藏福利，正片中都看不到哦。这里有官方高清壁纸、同名正版漫画、创意精彩视频，追更的日子不再难熬。微信搜索或扫码关注5更季官方微信，超多精彩等你来看，我在微信等你哦。
广袤无边的森林漂浮飞天，回旋众生从教堂到塔尖，飞越笼罩迷雾的山峦之巅。禁锢的灵魂暂时的逃脱危险，雨滴落下的美回忆在倾泻，梦想会的梦想再度被发现，梦摇醒了从前，腾空了杂念，心情突然深情如烟，看见自己改变，腾空了世界，世界没有那么狼狈，灵魂出走，暂停了伤悲，回到过去记起承诺的诺言，灵魂出走，赶走了疲惫，继续往前飞，终